大家好，我是 Somi。上次更新后，游戏推出全新的百业活动众志凌霄，相信这阵子有去打过的玩家，心里应该都只有一个感觉：这东西真的有够难打，而且还限时。觉得难打是很正常的，我特地查了一下资料，这模式当初在陆服玩家室已经到96等的时候才开放，但我们国际服目前身上都是91等的装备，我不太确定官方有没有因为这个原因特别帮我们国际服调过难度，我觉得应该是有调吧，不至于直接搬原本的数据过来让我们打，但就算有调过，我觉得对休闲百业来说还是太严苛了。如果当初这个模式陆服刚开始你有玩过，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国际服的 BOSS 数值是不是有帮我们调低一点点。这模式除了 BOSS 变得超级硬、血量超级高之外，大部分的机制其实跟71等辖境差不多。但因为副本有时间限制的压力，很多打法会为了追求输出最大化而放弃当初辖境那种保守的路线。所以这是一个对输出要求超级高的副本。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自己输出太低就永远拿不到这些奖励，因为这个模式设定是只要你们百业能凑出一队10个人的顶尖战力，这个队伍成功过关，整个百业的所有成员都能直接领取过关奖励。那目前我们百业是卡在第5层，接下来我会快速分享前面1到4层的实战细节。先打个预防针，如果你们百业本身就有竞速团或类似的队伍，这支影片应该对你们来说没什么用。我主要是分享实战要注意的细节，以及怎么利用技巧把输出最大化。但如果你们凑出来的队伍本身输出就不太足，就算看完影片也有很大的几率会打不赢。我这支影片只能尽量帮大家提高过关的几率，最后还是要看各位玩家的装备素质跟操作技巧。首先这10个人要怎么挑选，目前我是建议走9输出1补师的路线，并且这9位输出除了挑选百业里面最顶尖的9位玩家之外，我们也尽量从这几个人里面挑出一些有办法帮团队增伤或降防的武学，例如八方风雷枪、猎食军、破俗城等等，但大前提还是优先挑选能输出最大化的人员。进入副本后，首先会遇到的是50兄弟，有打过之前辖境的应该都知道，这支网会有一颗球需要玩家去控制。如果我们要把团队伤害最大化，会建议从头到尾都交给同一个人来控球就好。而且这个控球的人选，千万不要找队伍里面伤害打最高的那几位去拿，因为控球的过程非常影响输出节奏，把控球交给排名比较后面的输出队友来处理。这颗球为了输出最大化，必须在进度条快全满之前再丢出。丢出去之后，球旁边也会有一个进度条，我们只要在进度条快跑完之前再把球拿回来就可以了。这里我会故意暂时不把球捡回来，多拖延几秒钟。因为只要球拿回来3-4画面中间的灯全亮，就会触发武师强制把球抢回去。这时候武师会进入狂暴模式，本体获得减伤。后续的攻击会在金光攻击后穿插红光攻击，全体玩家一定要记得去卸势，尽快让 BOSS 解除这个状态，否则这减伤幅度真的是蛮高的，不赶快处理起来，时间内一定会打不完。其他比较基本的我就快速带过哦。首先是木桩一出现后，全队记得集火直接打最后一根木桩，不然有很高的几率会来不及破坏。第二是铜钱出来的时候，远程武学的玩家要尽快处理，其他近战玩家就不要再拿弓箭出来射，这动作太浪费时间了。基本上武师要注意的实战细节，之前辖境打很熟的玩家应该都不陌生。我们主要就是从这几个小地方去多挤出一点时间来把输出最大化。武师打完之后，还有第2阶段的大魔王鬼公子。鬼公子这边在输出的同时，尽量把 BOSS 拉到轿子旁边，这样才能同时打 BOSS 又能打轿子。但他有时候会一直锁定不是承伤的玩家，被锁定的人记得要把网拉回来轿子旁边。这关比较难的部分是 BOSS 叫出轿子的时候会获得减伤状态，同时又会抓玩家进轿子。当我们在打轿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到血条的红线就停手，多打等于浪费输出时间。因为最后 BOSS 会挑一台血量最高的轿子钻进去，我们这阶段的目的跟武师的狂暴一样，就是尽快打爆轿子，解除 BOSS 的减伤状态。接着是跟一般辖境完全不同的极限打法。鬼公子在血量到达75%之后，会抓人进轿，同时释放彼岸花攻击。如果彼岸花打到轿子，会造成全场 AOE 伤害。因为现实的关系，我们必须把输出最大化，所以这里建议直接不管机制，不用派任何人去抬轿子，全体玩家直接硬扛这波 AOE 伤害，疯狂输出。但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血量，真的扛不住就请队友开5项金身。接着血量压到35%的时候，鬼公子会抓2个人进轿并释放彼岸花。如果不抬轿子，就会同时吃到两边的 AOE 伤害。这边我们队伍有测试过，两边的伤害同时炸下来，补师是完全补不回来的。所以这里我们的打法是派人去抬其中一边的轿子，另一台一样不管它，直接硬扛。同时这阶段会开无相金身来减少攻击伤害。最后阶段 BOSS 会一次叫出3台轿子，这里一样要把所有轿子都打到红线以下，千万不要想说快打完了就直接去硬推 BOSS 的血量。
因为他这个状态减伤实在是减太多了，我们还是得乖乖走机制。依照我们打下来的记录，轿子打爆后到 BOSS 现身，最后这段还需要大约40秒左右才能把 BOSS 顺利击杀。所以你前面省的每一秒都非常重要，因为最后你没有个40秒左右，根本来不及把 BOSS 打完。也就是因为时间被逼得这么紧，这模式我觉得它其实有蛮大的问题。我强烈怀疑官方在设计难度的时候是直接拿顶配的毕业装去测试的。心法这东西大家玩久了，迟早能升到6重，但装备10条能不能毕业真的很吃运气。在这种现实的高压环境下，说穿了就是一场无情的 DPS 数值检定。它直接抹杀了玩家靠走位和技术去弥补装备落差的空间，所以这模式对玩家来说要求真的太严苛了。扣掉一个补师，我们等于要在百业里面凑出9位技术好而且装备又接近毕业的玩家才可能过关。你可能会想说，打不赢那不打也没差吧？这主要就要看你们百业有没有在打百业战了。因为每过关一层，全体成员是多拿400千奇诀。你可以算一下400乘上百业人数等于多少，接着再乘上过了几层。这就是有过关跟没过关之间非常现实的资源落差。而且众志凌霄过关到一定的层数，下一周百业辖境是会有额外的奖励。这边给的东西比较偏向角色养成，有没有差也是很看个人。但我觉得他这个活动直接筛选掉游戏里面6-7成装备数值还没达标的玩家，是真的蛮奇怪的。例如说你要提高 BOSS 的攻击力，或是调整成副本不能复活等等，我是觉得不管怎么调，都比这种直接把时间卡死的做法还要好。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百业活动众志凌霄在打法或是模式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见解？欢迎各位在留言区分享讨论。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了。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帮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Somi， 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